一说起金字塔，大家马上会想起古埃及，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我国西藏冈仁波齐峰的金字塔要比古埃及还要久远100倍，比古埃及的金字塔还要高大，这也是目前科学无法解释的4大事件之一，但是它们确实存在。这个视频呢，我们从西藏的冈仁波齐峰开始说起。冈仁波齐峰的上部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型的真空金字塔，其周围还有100多座小型金字塔以及纪念碑环绕。专家探测这个规模要远超于古埃及，并且这些金字塔的高度都在100米到1800米之间，数量众多，就围绕在冈仁波齐峰的周围。莫尔达舍夫说，这是远古时代先进文明所创造的，距今至少有几千万年。不过俄罗斯的科考队也只到了冈仁波齐峰的半山腰就撤回了大本营，因为莫尔达舍夫听了当地藏民的告诫，没有继续攀登。即便如此其中4个队员在1年之内也相继去世。据说冈仁波齐峰的周围时间会过得飞快，在那里1天就相当于别的地方14天，所以队员们的头发、指甲生长的速度特别的快，人也会莫名其妙的加速衰老，人体的细胞也会加速的分裂，所以冈仁波齐峰似乎有种暗能量在操控着时空。第二个，安徽也一样存在着被低估的文明。我们只要一说起华夏文明的起源，大家都会把目光放在河南洛阳一带，但是要论最久远最神秘的，还有东北的红山、浙江的良渚，还有四川的三星堆。但是有谁能够想到，这3个史诗级别的遗址居然都在安徽的凌家滩碰了面。因为考古队在凌家滩这座古城挖出了红山韵味的玉龙、良渚风格的玉皇，还有三星堆长相的玉人。而更加离奇的是呢，安徽省凌家村这个遗址时间测定要比良渚和三星堆还要早，略晚于红山，距今已经有5600多年了。而除了这些奇怪的文物，还出土了古井、石墙等等古人生活过的遗迹，总共进行了5次挖掘，挖掘的面积是遗址总面积的1/800。但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是，在6500年前，安徽凌家滩这里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从哪里来，最终又到了哪里去？第3个，远古神殿。1865年，秘鲁的一支探险队发现了一个远古时期神殿的遗址。要说起这个遗址呢，人们发现了一个造型非常独特的银质女神像。这个女神像的铸造时间大约在那个时期的3000多年前，头顶戴的是一个太阳的王冠，是太阳神的崇拜者。但是有一点让专家非常的惊讶，就是这个女神像手里拿的2块牌子，但其中有1块牌子呢，因为时间太过久远了，我们分辨不出来它写的是什么内容，但是在另外1块牌子上面写的却非常的清楚，武当山3个字。探险队在他的脚下还发现了1只龟和2条蛇。我们据了解在我们全世界的信仰和崇拜的理念体系中，脚下是龟蛇2将的也只有我们中国道教里的北极4圣之一的真武大帝。也据说这个真武大帝曾经在武当山修炼升仙，所以直到现在真武大帝的道场依然还在武当山，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在南美秘鲁的一块远古神殿遗址中，居然能发现一尊中国中武大帝的神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最后一个，马王堆汉墓帛书。1971年，长沙在扩建366医院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座汉代的古墓群，而这个墓主人是早年帮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道家宗师厉苍。厉姓在那个时代是老子的后人。在马王堆汉墓一共发现了3个棺椁，一个是厉苍，一个是他的妻子辛追，还有一个是他的儿子厉熙。这座古墓当时可以说是震惊了全世界。辛追夫人的尸体历经2000多年不腐不烂，如同刚睡着了一般。出土的肃杀单衣1件重48克，1件重49克，折叠可以放进火柴盒里，乃至于我们今天的技术都无法仿制。而除了这些失传的道家技术，还有道家失传的思想。出土的帛书一共12万字，汇集了42本古籍的内容，其中有1本呢就是我们的传世宝典《道德经》。但是惊奇的是，帛书版《道德经》和我们现在流行版《道德经》竟然完全的不同，其中有700多处关键的内容被后人篡改过。我们读了数千年的传世宝藏《道德经》居然是假的，而马王堆出土的却是得道经。德在前，道在后，德是人的修为，道是自然的规律。虽然顺序不同，但是向后人表达意思也完全不同。德在前更注重的是人的修为，其次要符合天道和自然的规律，而道在前更注重的是天道和规律，其次是人的修为。说白了，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而篡改的内容更加的惊奇。比如《道德经》中说大器晚成，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大器免成。原来老子的意愿、坚持、福报、大器晚成这种心灵鸡汤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书中还写着曲则全，枉则直，而帛书上写着曲则金，枉则定。原来老子他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而是想让我们勇敢的面对。想让我们委曲求全的是篡改《道德经》的统治者。我们的书上还写着与善人言善信，
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虞善信，无论是读老子的道还是庄子的道，我们都会发现他们最反感的就是仁义。庄子说仁义就是鬼话，是把圣人的故意大道掩盖之后拿出来编造人的东西。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道德经上又说与善人言善信呢？这不就是和庄子的观点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吗？读了2000多年我们都没有整明白，结果帛书出土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里说的虞善信呢，整句话的意思和原本的仁义基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再比如我们书上写着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而帛书上写着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敬。原来老子的意思根本就是和不争逃避它没有任何的关系。还有我们的书上写着持古之道以御今之忧，而出土的帛书上写着持今之道与易今之忧，这就妥妥是反义词了。原来老子可没有说什么以史为鉴，而讲实事求是，注重当下。帛书道德经和现代版道德经真的区别很大，每一章每一句几乎都不一样。而道德经之所以被后人篡改呢，是历代君王为了固化民众思想，他不希望普通人都能拥有大智慧，而是用儒学思想来愚民育民，彻底封杀墨家思想，让人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彻底消失，再将道家老子的道篡改成不争无为遵从天道这种思想来固化底层民众。因为儒家思想讲究的是人要分等级，构建等级社会，士农工商，男尊女卑，然后还提倡君子以固穷，贫穷也要安贫乐道，提倡信命。贫苦百姓家的孩子永远都不要想着翻身，祖孙三代世世代代都是贫苦百姓，而贵族呢却永远都是贵族。然后再篡改道德经，让底层人永远都觉着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贫穷是与生俱来的天道，服从是不争的大道。所以了解历史的都知道，在汉朝之后，我们的历史的科技和发展就存在了严重的退步，而儒家文化和篡改的道德经，这些都是统治者的工具。真正的根本原因呢，是皇权为了一己私欲人性。而自从马王堆汉墓出土了道家的真相，公开了道家失传的技术和思想，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真正的文化是这么强悍。所以帛书版道德经专家坚持一定要出版，但名字唯独还要叫做道德经，因为谁也不想打破这长久以来的固有思想。但是内容呢，都是马王堆出土的真正内容，它不仅印刷很好，内容很全，最主要的是每一页都有篡改前后的对比，还有翻译。这本书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收藏几本。